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离婚2年后，终于明白当初赵丽颖为何偏要甩了冯绍峰。你到底是因为喜欢我才想要结婚，还是单纯只是为了结婚才跟我在一起？谁能想到，浪迹情场多年的海王冯绍峰会在公开场合如此卑微地问出这番话，导致他不自信的不是旁人，正是他当时的妻子。到节目的最后，冯绍峰也没有说出妻子给他的答案，反而在节目播出后1年多的时间里，传出两人和平离婚的消息。可看似波澜不惊的背后，却将赵丽颖杀伐果断的内心展现得淋漓尽致。火速搬离冯绍峰住所，甚至连儿子的抚养权都没要。之后更是闭口不谈前任，一心扑在事业上独立前行。当时的他备受争议，可在离婚2年后，才发现他的决定有多正确。原来从一开始，赵丽颖就清醒地知道两人的结局。01，如果说赵丽颖身上的代名词有哪些的话，那拧巴一定名列前茅。赵丽颖就是这么拧巴的，她不是那种很楚楚可怜的女孩，她就是火爆脾气的，我见过她发火。这是一手挖掘赵丽颖的伯乐于正对她的评价，一针见血地道出她的本性。她自己也曾表示，我可能有时候不只是独立，是独立到强势，很强势的那种。的确，虽然长着一副娃娃脸，但骨子里却是个坚强不服输的女强人。那股子狠劲儿与韧劲儿在刚入行没多久，便已经刻进她的骨子里了，并且一直影响着她之后的人生、事业以及婚姻。出生于农村家庭的小赵，从小就跟着家里人务农，因此磨练了一身坚韧拼搏的个性。不过也因为家境的限制，中专之后便步入社会打拼。刚开始在一家公司担任秘书工作，朝9晚5 2.1线的简单生活，足以让这个农村姑娘心满意足。但殊不知，在不远的将来有个机会，让她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次偶然的机会，赵丽颖发现了一场选秀活动，其中冯小刚、陈凯歌、张纪中3位知名导演的名字深深吸引到了她。在好奇心的作祟下，年轻的赵丽颖点开了报名通道，后来还真的站到了冯小刚的身边，并且还拿下了同组的冠军。而这也意味着她拿到了通往娱乐圈的入场券。当时的她既开心又忐忑，只是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一场风暴。仅凭一场入场券是拿不到大杀四方大女主剧本的，而赵丽颖与无畏的大女主一样，都要经历一番破釜沉舟、凤凰涅槃的历练。只是她从无名小辈到一线女神用了足足7年，在这7年里，赵丽颖尝尽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也深刻了解了娱乐圈的生存规则。在小 V 脸盛行的年代，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赵丽颖自然少不了吃亏，因长相被拒绝也成了她的常态。那句圆脸是演不了主角的，让赵丽颖牢记于心。当时的她暗暗下定决心，别让我抓住机会，一旦有，我一定会拼命抓住。而机会还真的就来了，在她的努力下，争取到了宫锁沉香的女2号。当时为了证明自己，赵丽颖默默咽下了身体和心理遭受双重羞辱的苦果。按道理说，在拍摄一些大尺度戏份时，导演都会清场只留下重要工作人员即可，但到了赵丽颖这边却开了特例。在拍摄一场亲密戏份时，外围一圈身穿厚厚羽绒服的男性工作人员对着身穿清凉的赵丽颖指指点点。可当时低人一等的赵丽颖也只能强忍内心的不甘，配合着现场的工作人员，咬着牙硬抗了过去。不知道的是，
这种心灵上的屈辱与身体上的疼痛相比，哪个让赵丽颖更加难以接受？为了证明自己，赵丽颖在这部戏里从不用替身，这也导致她在拍摄一场骑马戏份时，直接从马背上摔下，导致受到严重的腰伤。之所以这么拼，不只是因为想证明自己，更多的是对这份职业的热爱。而这种备受人轻视的日子，直到遇到于正才有所改变。当时他也只是于正剧里的无名小配角，直到在几次合作后，于正才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于是，在拍摄《陆贞传奇》时，于正心中的最佳女主就是赵丽颖。尽管当时的她没有什么名气，没有背景，也是这些原因导致投资方不愿让其进组。后来于正力排众议，这部戏非赵丽颖不用。于正的坚持让她家喻户晓，而赵丽颖也乘胜追击，接拍了几部戏，都成了大热门。她就像一个孤独的常胜将军，在资本至上的娱乐圈里，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血路，而那股子坚韧不屈的劲儿也成了她大杀四方的宝剑。02，当赵丽颖在圈中摸爬滚打时，冯绍峰则是一出生就站到了顶峰。从小家境殷实的他进入娱乐圈，纯粹是因为爱好喜欢，所以男主剧本都会轻而易举送到他的手上。富家公子游荡娱乐圈，那自然少不了与粉红佳人的绯闻。冯绍峰可谓是万花丛中过，片叶都沾身。与胡杏合作说的那句“黄宗泽配不上他”，间接表达自己对胡杏儿的喜爱。但奈何他的倒贴比不上原配的糖衣炮弹。与胡杏擦肩而过后，冯绍峰又坠入杨幂的温暖窝。因为宫的大火，蜂蜜 CP 让公众磕得直上头。当众人都认为这对佳人要终生眷属时，却突然爆出杨幂嫁给刘恺威的消息，冯绍峰再次被踢出局。可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圈中寻找下一位红颜知己。2012年，某女郎倪妮闯进他的世界，两人高调示爱不说，还放出狠话，如果分手2个名字倒着念。当时的他对倪妮的确是真爱，不仅为女友成立工作室，一同拍电影记录浪漫瞬间，甚至一度传出2人要购买婚房的消息。但与之前一样，当众人以为2人要传来好消息时，3年恋情戛然而止。而这次分手的确让冯绍峰伤心不已。都说走出一段恋情的最好方式是开展下一段，于是宋希龄、允都成了他疗伤的灵丹妙药。直到在《西游记女儿国》中遇到了赵丽颖，才让他那颗四处漂泊的心有了停靠的彼岸。当时的2人的确情投意合，十分相爱。比如为了给女友庆生，专程飞到横店给女友举办派对，在派对上更是喝到吐。要知道冯绍峰酒精过敏，都说为了爱可以奋不顾身，当时的冯绍峰的确如此。当时的赵丽颖身边有闺蜜，有男友，幸福全都写在了脸上。当时的她不是众人眼中的女强人，而是幸福无比的小女人。那个时候的她真的想结婚，因为她的梦想就是能在30岁之前结婚。而这个时候冯绍峰恰好满足了她这一心愿。结婚后2人如胶似漆，微博中足以看出2人的甜蜜。而婚后的采访更加验证了赵丽颖想好好过日子的心，装扮属于自己的小家，与老公漫步公园，妥妥新婚燕尔的小夫妻。而这段婚姻也让独自打拼多年的赵丽颖有了归属感。不仅赵丽颖对这段婚姻憧憬至极，另一半也一样。婚后参加一档节目时，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赵老师，就连坐上直升飞机后也不忘跟老婆分享。种种细节无一不在展现他对妻子的爱，可另一面也能看出2人性格上的巨大差异。赵丽颖属于理智派，冯绍峰则是感性派。
赵丽颖的过于理智，让人不禁好奇，当初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答案很俗套，自然是因为爱，并非网上所言，两人因戏生情入心太深，亦或是冯绍峰会讨女孩子欢心，而是当两人真真切切爱过。性格之所以差异这么大，逃不过两人的生长环境与出道经历。赵丽颖独自从底层爬上来，甚至自己一旦倒下，背后没有人撑腰便会万劫不复。事业是她最不敢失去的东西，但冯绍峰不同，哪怕丢了这份契约，自然会有下一部剧本送上门。不关其他，就因其背后有人撑腰。所以当看清本质后，他快刀斩乱麻结束一切，并迅速投身于事业中。03重回荧屏的他不靠绯闻炒作，只是用作品来狠狠回击那些批判他的人。之前谈起他总是逃不过土，他从未回应，而是直接拍了部农村题材的《幸福到万家》，成功转型的同时，还凭借炉火纯青的演技，打响了离婚后成功复出的第一枪。去年那部《风吹半夏》更是让他直接弯道超车，将同时期的85花远远甩在身后。当其他85花沉浸在仙侠剧以及偶像剧中时，赵丽颖已经开始转型，成功拓宽了戏路不说，还挑起了正剧与现实题材的大梁。当初总有人说85花孤立赵丽颖，参加活动时，别人都是抱团坐在一起。杨幂与杨颖谈笑风生，刘诗诗与倪妮关系匪浅，唐嫣与圈中刘亦菲也是情同姐妹，只有赵丽颖一人被孤立。而这种情况不止一次的出现，因为在各大美女合照中几乎见不到赵丽颖的身影。可我想说，不是赵丽颖被孤立，而是她不愿被迫融入不属于自己的圈子罢了。她清醒地知道85花的处境有多危险。70后大花们已经拿下一座又一座奖杯，95后小花在后面穷追不舍。如果不早些为之后的路做打算，只会将毁了前期所有的努力。所以在前段时间的微博之夜中，赵丽颖直接玩消失，全身心投入剧组工作中，不在乎85花们又玩什么新花样，做自己才是最酷的。而与小赵离婚后，冯绍峰事业似乎没有什么进展，最近爆出的新作品遭到众人诟病，中年男子怎么还在拍偶像剧？离婚2年后，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经过岁月的沉淀后，赵丽颖身上多了几分成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她真的做到了。